本以为2个账号12个牌子翻出11坨奥利给已经够极限了，没想到开了把港服排位，还能再遇到坨奥利给。作为一个新手机器人，开局的我正在愉悦地吸取着前辈的精华，短短10秒，我已经学会了个非常好的标，温柔地叫保安走开后，滚！把大招左上角对着这个屋檐，轻轻一丢，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包点飞镖。不过虽然标很完美，但我们的配合好像有点瑕疵，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队友就全死光了。而含泪输掉手枪局后，今天的主角也是开始表演了。这一局机器给大伙有点整不会了，没想到这杰峰这么有电竞精神，输一把就给对面跪下了。很难想象他36度的手是怎么打出这么冰冷的文字的。没有意外的，在一口局出了意外后，看着我们一超多强的战绩，我明白再不给杰峰露2手，这小子等会儿真的要投降了。趁着他一个人在家里陷入了呆滞，我们4个人站在了一块，思考着这把战术的安排。很快战术出来了，这个战术无懈可击，我先给探测键，再给个包点闪光，队友便可直接速攻粉碎对手。计划有变，开始慢打。这波乍一看好像失误了，其实也没失误，毕竟幽影封了颗单向烟，我们本来也不好速攻了。从容的来到杰峰旁边后，其实本想跟他打波配合的，但没想到他好像开始上厕所了，在箱子上一蹲就不动了。我在下面浴血奋战，他在上面一枪都不帮我补。看到我们打出了巨大优势，对面也是用出了港服特色手段，假装有人挂机。只能说他们的骗术还是太低劣了。对面幽影如果真的在挂机，那刚刚这颗单向烟又是谁封的？轻松拿下胜利后，我们的击杀数也都追上来了。但可能是杰峰认为自己第一的地位正在动摇，所以他的操作变得急切了起来。下完包后，即便我用雷封住了入口，他也还是要踩着雷进去抓人。打掉瑞娜后，最后个人也在市场，能看出杰峰对人头有着强烈的渴望，他直接就有100米冲刺杆拉了进去。他的操作给我看的有点害怕了，我也是第一次见一个人有着这么强的杀戮欲望。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个宝藏男孩，在他身上有太多我看不懂的操作了。在市场已经知道有人的情况下，我下包，他根本就不帮我架枪，直接就原地躲进了死角，又开始了蹲坑。我有感觉我包但凡再下慢点，我都要与世长辞了。虽然这把还是拿下了胜利，但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我觉得这个杰峰在我旁边总会散发出一股恶臭，他的操作疑似有点太自我了，他甚至近点都不愿意走第一个。瑞娜当1突，我当2突，而他则又来到了这熟悉的箱子上，再次开始了虚空架枪。他这种既不拉枪也不补枪的行为，已经给我们整得有点沉默了。而最让人绷不住的是，他自己玩得不开心就要激进，玩得开心时就要唱歌了。看得出来，拿了10个头的杰峰还是很快乐的，只是3-8的瑞娜好像有点不想说话了。看到瑞娜有点沉默，杰峰开始了家长里短。瑞娜，我操，Where from？ OK。查出瑞娜的国籍后，杰峰很开心，而听到杰峰开始好好说话了，我们其实也挺欣慰的。感觉队内的氛围突然就和谐起来了。瑞娜直接就冲进了点里，拿下了3杀，给杰峰看了看什么叫东方猛男，而我也丝滑地丢出闪光，给大伙看看什么叫东方明珠。本以为和谐的队内氛围可以持续到游戏结束，没想到连3分钟都撑不住。开局保安狙掉1个后，我们拿到了2个头的优势，手点是稳赢的。结果杰峰又想去抓人了，我的雷可以封住对手，但终究是封不住队友。看到2个决斗跃跃欲试的身影，我已经嗅到不妙的味道了。别吧，不会吧？不会吧？和谐的队内氛围总是短暂的，这波5打2输了，杰峰又爆炸了。他直接常规的击击起手，随后又丝滑的发起了投降，顺便还骂了一嘴我们是菜逼队伍。说实话，上一次看到这么快的变脸还是在看川剧，我都没看懂他是怎么把输的锅甩给我们的。
他可能是认为自己战绩是最好看的，所以就一直都在以一种上位者的傲慢去看待队伍。赢了是他自己玩得好，输了那就是队友有问题。他的战绩固然好看，但作为一个决斗，他的人头其实大多都是补枪来的。我打了个闪光，还在庆幸自己捡了条狗命，结果他以为我把人打残了，就又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光速去世。虽然我勉强打掉了一个，但无奈他送了个头。一波人头互换后，我们还是输了。很显然，杰峰认为这把会输，还是因为我们太菜了，所以他又开始发起了投降。我看对面的杰峰有点小挫折，也挺坚强的。他这环境这么好，怎么这么脆弱？傲慢与自私在杰峰身上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前脚刚让我们别前顶，后脚自己就开始快乐地去中路冒险了。瑞娜都被杰峰的双标看傻了，情不自禁发出了疑问。杰峰的回答也是非常符合我对他的理解。他从上半场就喜欢蹲坑，嘴巴和屁股一样臭的现实我已经接受了。其实我根本都不想理他，只想把这局游戏快点打完。但很快，他的言语就让我彻底绷不住了。当他说出这些话时，性质就已经变了。我算明白他为什么问国籍了，原来都是为更好的恶心人做准备。事已至此，只好祭出我在祖安练就的技术了。首先开始的是文字攻势，虽然感觉文字的攻击性也没有很强，但杰峰好像高攻低防，被骂了几句后连一句话都憋不出来了。看到杰峰再次前顶白给，接下来就需要用操作狠狠打他的脸了，让他在观战位明白，游戏里有没有他，其实都一样赢。经过数次开局暴毙，杰峰已经没钱了，他默默开始索要起了枪械。可惜，但凡给他发一把，都是我们输了。很明显，对于他整局游戏恶心人的行为，就给他这点程度的痛苦肯定是远远不够的。结尾往往是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地方，所以在结束的前夕，还需要给他留下个美好的结局。其实对于这种人而言，被这样骂了可能也是无所谓的，甚至他下把可能还会继续这样恶心他的队友，但至少这把他带给我们的恶心都被尽数塞回了他的嘴里。视频最后就祝大家玩游戏的时候永远都不会遇到这种小畜生吧。看了看我们家钻石一绝的战绩，又看了看对面神话霓虹被一绝打到有点小逆风的战绩，说实话，一绝会被削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巅峰状态的一绝，人还没出现，压迫感就已经来了。我们家杰峰本来开局跃跃欲试想要前顶的，结果顶到一半，只是听到一绝开盾的声音，直接就被吓得光速下绳索，撒腿就跑。不过一绝这英雄虽然很恐怖，但我能看出对面一绝还是不太会玩的。他的盾开得太早了，开这么早只会徒增对手的警惕性。像开盾的细节我就做得很好，看到下面的蝰蛇跟人交火了，我再开盾。哎，不是，你在上面降哪里啊？盾好像开的有点太晚了。你在上面降哪里啊？我在开盾。混子的第六感总是很强的，就这几声咳嗽声，我已经能感觉到蝰蛇想把我腿打折了。其实抛开我刚刚的技能有点瑕疵不谈，感觉也确实还是对面没有武德。他们上把趁着我开盾偷袭我也就算了，这把杰峰更是用名字直接从精神上给我们狠狠羞辱了。愤怒是变强的最好动力，在受到我和对面的双重打击后，只打了2个回合，蝰蛇就已经彻底红温了。红温后的蝰蛇非常可怕，在他恐怖的发挥下，即便我的操作还是一如既往的有些瑕疵，他也可以凭一己之力粉碎对面的进攻，力挽狂澜。可能是蝰蛇的操作激励到了大家，于是在准备阶段，每个人都利用时间做起了训练。首先是猎枭，他疑似想当钢铁侠，于是就把自己的屁股悬浮在了半空中，用奇怪的姿势锻炼着自己的臀部。而旁边的杰峰也很努力，他在不停上下抽搐，疯狂训练着自己的腿部爆发力。看到大家都这么努力，我也情不自禁地开始用跳跃训练着自己的枪法。可能会有人问，跳跃怎么能训练枪法？我只能说，跳一会，体温就会升高，而体温一升高，手感就会火热，而手感一火热了，
枪法不就自然而然变准了吗？事实证明，想出这套理论的简直就是天才。跳了一下，我的枪法突然就变得非常恐怖，甚至即便在数十米开外的距离，我的泼水都能精准爆头。泼水打其他人可能确实有点风险，但打一绝属于是给他开了眼了。当他用点射刚碎了我的盾时，我用泼水就已经给他打成球了。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经过刚刚的特训后，不仅我变强了，就连训练了臀部肌肉的猎枭也变得异常凶猛。2打5，我给完一伤后，他直接就开大3发2个头，让劣势的局面瞬间变得豁然开朗。和猎枭只是简单配合了一下，这个残局就已经可以宣告我们的胜利了。回蛇即便能侥幸打掉我，出去后也还是逃不了被猎枭逮捕的命运。我看臀部肌肉还是少练点，练久了枪法都会有股臭味。靠人不如靠技能，与其相信队友，倒不如相信自己身上的盾。盾挂在身上的安全感，我觉得比队友在旁边的安全感都要高。本来都想吸个球走了，但越想越气，还是决定回来把这个没素质的鸡哥打掉。上把虽然光在跟鸡哥打架了，但没事。通过上把的观察，我已经掌握了对面的习惯。对面的 B 点开局是不会有人控的，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先用判官把前点控住，等对面打 B 的时候给他们迎头一击。判官之神总是会奖励每一个有耐心的人。蹲死一绝后，我直接打掉奇乐，随后看到盾好了，果断召唤盾狗之神，先推个一伤挡住正面想进来的人，再利用盾牌反杀截风，打爆回蛇。虽然这波终究是没拿到5杀，但毫无疑问，我的手感已然来到了巅峰。一山不容二虎，一绝不容二绝。看到对面一绝跟我一样都是队伍第一，我有点不爽。1v1是最容易粉碎对方自信的方法。看到一绝被猎枭照出来了，我直接开打抓他，让他深刻感受下两边一绝的差距。怎么抓了个奇乐？虽然一绝这把运气好，让奇乐给他当了替罪羊，但当我新回合起出大局后，他就不会这么走运了。还是接着打奇乐吧。其实本来还在为没有亲自俘虏一绝而感到可惜的，但想了想，让队友帮忙带俘好像也是一样的。队友俘虏的手段甚至比我还残忍。一绝把猎枭抓进大招后，直接一枪不中就被猎枭摁在地上疯狂摩擦。看完猎枭的操作，我能感觉到自从经历了那把臀部事件，他的枪法好像变硬了许多。猎枭能做到跟蝰蛇杀一样多，我还是非常欣慰的。看到他躲在角落玩雪人，我果断把包丢在了他的旁边，不停暗示着让他捡包。让猎枭带包其实也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很多人都可以带包，但只有他带我是最满意的，主要还是因为他这几把打得最凶，只差2个头就要追上我了，而把包给他带就可以有效防止他抢走我的 MVP。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我这个想法还是有点太天真了，这把不管谁带包其实都没区别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活不到下包。换边后，不知道是我们变得诡异了，还是对面开始变异了。我跟杰峰面对面互睡后，回蛇享受了电击疗法，杰峰被一绝击垮，猎枭打回蛇全马，奇乐也被对面的身法狠狠戏耍。上半场我们还能跟对面打得有来有回，下半场已经属于是进个必点，直接全员有去无回了。此刻相比我们，感觉对面好像才是进攻方，我们刚出家门，对面就已经打到我们家了，情况好像突然就有点不妙了。下半场打了4把，输了4把，在连续的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后，刚刚的猎枭还在打雪人，现在已经一动不动，开始认为自己是个雪人了。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作为队伍中的大哥，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了。责任越大，能力越大。将对面杰峰拉进私密空间后，我直接一波精准定位，干净利落打掉杰峰，随后趁着队友再打正面，一波绕后，成功带领队伍一换物拿下了胜利。虽然我玩的是决斗者，但其实像我这样的高手一般都是比较喜欢单摸的，正面只是单纯拼枪法的，只有摸侧面，你才能在每次偷侧身时享受到那种用自己的智慧收获成果的感觉。这把队友打我们一个人过来单控 B， 一个专业的单摸玩家往往具有敏锐的战场嗅觉， B 到这么安静，对面手臂的蝰蛇很可能直接退后点了。既然蝰蛇放 B， 那我们就直接叫带包的队友过来转。
你妈，你疯！在攻方重生点。没事，虽然我们蝰蛇在疑惑 B 点为什么会有人出来，但同样的，对面蝰蛇也在疑惑为什么 B 点会有人出来。可怕的操作还在继续，我的一绝令人恐惧。一波开镜秒掉截锋后，看到地图上的猎枭标出来了，我直接给大拉猎枭。不是，这奇乐怎么又进来了？虽然好像又拉错人了，但也没关系。即便我没大到猎枭，但光是听到我开盾的声音，猎枭也已经被我吓到连包都不敢拆了。我理解猎枭放弃拆包想保命的心情，但可惜不拆也是要死的。一个合格的一绝，一局游戏至少要打出一次不辱盾狗称号的风采。打掉在跟台阶做搏斗的一绝后，我先用护盾无伤打掉了奇乐，随后再利用护盾丝血带走蝰蛇，最后再利用护盾极限反杀截锋。虽然这波还是没拿下5杀，但说实话，当结束的时候给对面故意看下我身上还有个盾时，这给对面的伤害可比5杀高多了。2把前才开的大招，这把吸完球后就又有大了。看到对面截锋在黄香打掉一个后妄图往右跑，我直接给大抓截锋。理性分析，我觉得对面这个奇乐指定是有点问题的，他恐怕是喜欢我，所以每次都会诡计多端的故意被我抓到。虽然知道对面奇乐可能对我有意思，但果没内塞，比起对面的奇乐，果然我还是更中意自家奇乐。他拿下1打3的残局后，直接又在私密空间中帮我带服了对面有盾的一绝。游戏已经结束了，只能说这把不仅两边奇乐有差距，两边的一绝也是有差距的。很明显，在当盾狗这方面，对面一绝根本没我狗。超凡局31杀，这把又一个神话哥被盾狗打到了神志不清。我是杜云龙，我不倒关子，向阳而生。说实话，把我们4个人的名字排列一下，怎么感觉就像是这个叫杜云龙的此刻正在做一项什么很困难的挑战一样。不过看得出来，这杜云龙小朋友最后还是挑战失败了。一进游戏，这不倒关子倒没倒关子我不知道，反正这杜云龙肯定是倒了。游戏只是才刚开始了短短的10秒，他就直接向我们表演了一波金钱消失术。完了，在那儿，大家都没看到吧？没看到，你等我打一的时候记得飞啊！这个截锋现在还在这里笑，等会很快就笑不出来了。我让他打挨的时候记得飞可不是开玩笑的。截锋浪费了一个飞跃后，这波他从地面进点，直接就被对面的保安当场打成猪头了。毫无疑问，这把如果输了，这截锋指定是要背大锅的。只能说幸好他匹配到了一个像我这样实力强劲的镇南。最后在队友和我的恐怖发挥下，我们还是轻松的拿下了这把胜利，稳住了关键的手枪局。拿下了手枪局后，此刻我的心情还是很好的，就是当看到这个不倒关子时，我突然就又有点害怕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逐渐患上了尼格恐惧症。我发现在我的无畏契约生涯中，但凡是在这图里碰到的霓虹，好像就没几个正常人，基本都是属于那种全程莽夫式打法，只会按住 W 键往前冲的野蛮阿凡达。而事实证明，这把家里的霓虹不是阿凡达，阿凡达至少还有点攻击性，他这顶多只算个蓝精灵。看到我们进点后，霓虹直接就迫不及待地冲进对面家里送了个头。只能说幸好我这波又发挥了，不然对面捡上霓虹的枪后，我们很可能就要被这霓虹间接撞死了。根据我的经验，像这种喜欢横冲直撞扣死泥头车的霓虹，一般来说都是保安玩家最喜欢的霓虹。而事实证明，确实同样都是踩到了半线，这霓虹直接当场就被保安的半线单杀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半线单杀，直接就被炸死了。不过我的意思是，好像还有高手。如果说刚刚的是泥头车，那这位就是幽默小轿车。看到幽影踩到半线后竟然能存活下来，我本来还是为他感到非常庆幸的，结果没想到5秒后，他又踩到了同一根半线。一根半线竟然能做到连绊同个人2次，甚至还能把一个人直接绊死。说实话，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甚至还以为这是在讲什么科幻故事。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好像疑似还有更科幻的。每次跟在霓虹的后面，总是能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画面。还是这个 A 点，我跟霓虹进点后，我在包点里才刚开了2枪，结果一转头，我就发现他怎么已经左轮连马6枪。
此刻正在木蝶的脸上紧张地进行一个换弹了。帮他把脸上的木蝶打掉后，虽然我不知道他和木蝶之间到底是如何做到能把子弹打空都没分出胜负的，但此刻我已经来不及想这问题了，因为很快我就又有了个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新回合在我们什么道具都没有给的情况下，这个霓虹就又直接一个人嘎啦冲进典礼白给去了。我家是开早餐店的，我感觉这霓虹就是有饼，他疑似是因为长时间的人如其名，所以导致体内积攒的能量太多了，需要每时每刻都不停地冲刺来释放自己的能量。他的手虽然没有冲了，但他的脚却好像无时无刻都在冲。看到霓虹这把好不容易安全进入了点内，结果又一波冲烟给自己冲死了。说实话，高血压了，已经真的是当场高血压了。此刻我感觉这霓虹就好像是我脸上的这两个门环，两个门环都挂在墙壁上。我的意思不是在暗示他打得像挂壁，我只是单纯想表达他有点二逼。打了8个回合，霓虹杀了3个，我只能说有些人注定是有些不是人的。从3打3瞬间变成1打3，当看到剩下个活着的人是个霓虹时，我就已经明白，这个残局已经注定是没有希望，对面已经注定是没有希望了。牛逼，我就相信你。咱不理你。坏了，我寻思我偷偷说他坏话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开麦，怎么感觉他好像发现我在背后蛐蛐他了？我承认是刚刚风某说话的声音有点太大了，什么又是霓虹有饼霓虹2比的，在我的眼里这霓虹明明就是帅比，每个操作中都透露着一股大哥的香味。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每个人的长处的。霓虹在残局这块很厉害，同样的，我在我自己的领域上也很厉害。打了国服这么久，我已经练就了一手非常快的举报速度。像这波对面的猎枭连续磕秒了3个人后，还没等队友说猎枭有问题，我就已经一波眼疾手快的把猎枭举报了。不过虽然我的这个能力很厉害，但客观分析一下，感觉确实还是刚刚霓虹的残局更厉害点。打完了刚刚的那个残局，霓虹的形象在我的眼里突然就变得高大了起来。我们打 C， 看到霓虹封了个完美的近点烟雾，我也是果断跟上尼哥的脚步。什么东西唰的一下从我脸上飞过去了，这霓虹好像又被半线绊到了。只能说虽然他的实力确实很强，但是在踩半线这块也确实还是有点幽默的。别告诉别人哦。不是我说，对面猎枭的枪法好像疑似是有点变态了。他这把在中路给完无人机后，竟然直接就抓了个泰敏拉了出来，把我和幽影瞬间送回老家了。相比于猎枭恐怖的枪法，此刻我感觉我的枪法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高情商，我的枪法就像我震男的技能一样，属于是震慑作用大于击杀。枪法方面还能起到震慑的作用，意识方面就只能起到勒索的作用了。赢下手枪局后，看到对面瑞娜在 B 点用屁股瞪着我们，我本来还在暗自嘲笑他被偷侧身了，结果下一秒我直接就被吓出最美男高声了。打了14个回合，我杀了5个，毫无疑问，我跟张国荣之间已经是有一点差距了。弱者就是要狠狠地求助强者，看到他攒了这么多钱，我也是果断地对他进行一波经济上的分担压力。帮我买把枪。哇，你这把也太厉害了吧，都15杀了。谁发一把？你来玩我的海灵吧。我要 AK。这把对面奖励局啊，我玩低狗了，那我就。虽然这波没吸到狂徒有点可惜，但吸到了一把害灵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不得不说，还是队伍大哥的枪玩的顺手。对面打 A， 我利用这把害灵一波极致跑打，将瑞娜打得火冒3丈后，又一波从容的后撤步加一个正宗的巴西跳槽，直接就把木蝶打得不当冲睡，轻松的拿下了这把奖励局的胜利。2个回合前我才杀了5个，打完了上回合后直接就杀到了整整7个，可怕！无需多言，看到对面猎枭射了根箭过来，我也是直接惊起他。这什么箭？怎么感觉对面的猎枭好像也是有点幽默细菌的？3打4，虽然继刚刚在车库被杰峰吓了一大跳后，我这波又在中路被这个猎枭吓了一小跳，但问题不大，因为猎枭的实力虽然强，但他和探测剑之间的配合也是真幽默。他这波射了根 B 点的探测剑后，剑还没有扫完，他的人就已经
人就已经耐不住性子跳出来先走一步了。人走得比探测舰还着急。说实话，我也很难判断这到底是探测舰在帮人探测，还是人在帮探测舰探测。转眼来到1打1，应该说这波的幽影打的其实也是有点像探测舰的。你可以拆了，真拆真拆！明明这波只要真拆就稳赢了，结果赢了。结果他非要跟个探测舰一样去外面探眼，拆不掉了，可以拆掉了，我跟你说，可以拆掉的。我都这样说了，都让你拆了。现在还在嘲笑幽影的残局，很快我就发现，相比于幽影的残局，我自己的残局更是一坨了。我这波常规打掉了新鲜出炉的瑞娜，还有远处的木蝶后，听到木蝶开大了，我直接就一波顶级的指挥，开大了，开大了，先跑齐了，我操！给稳赢的局势又打得扑朔迷离了起来。蚁人的操作还在继续。如果说刚刚是展示了一波顶级的逃跑意识，那么接下来就是又展示了一波顶级的战斗意识。3打1，对面剩个保安。我觉得以我这点血量，想要打赢保安，还是得要发挥下我大脑的优势的。于是我就直接神秘的跟草融为了一体，想要打个出其不意。而结果应该说也确实还是很出其不意的。我操，这草不能穿呐！听着幽影绷不住的笑声，又看着连自己都有点绷不住的操作，我操！只能说前期嘲笑杰风拟人，中期嘲笑霓虹拟人，后期嘲笑幽影拟人，打到了结束，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才是那个最拟人的。作为一个国服老登，我觉得国服的排位有2个点是最吸引我的。第一个是每次在队伍危难的时候，他们控完之后啊，然后我们等30秒，然后反清 A 大，都总是会有大哥能自信的站出来指挥我们拿下胜利。而第2个则是当发现连大哥站出来都拿不下胜利时，大伙的投降速度真的是格外的快。刚刚的木蝶大哥一顿指挥猛如虎，我出去一看才发现这家伙原来0-5，虽然他的名字我很认可，但他的实力我确实不是很认可。不过可能是神将与神将之间会彼此吸引，所以很快我在新的一局游戏里就又看到了这熟悉的身影。应该说能出现在我视频里的人肯定都是有些过人之处的，只是短短2回合我就看出这保安的过人之处在哪了。他过人就过人在他是真的有点处。我把对面木蝶全白打残后，他抢我的人头也就算了，关键赢了后他竟然还不给我发枪，他有整整6400块钱，却硬是连一把2900的狂徒都不给我发。而且他不仅不给我发枪，甚至还疑似是在调戏我。他在家里标了把左轮让我过来拿，结果我刚想去，就发现他已经细节又把左轮塞回自己的裤裆里了。保安，他保的疑似是自己的经济平安。说实话，他这种遛狗的行为已经多少是让我有点情绪了。想了想，既然保安不给我发 AK， 那我就找国荣哥吧。我相信以我和他之间的友情，他应该是会给我买 AK 的。怎么给自己买了把 AK？ 看透了，已经用一把 AK 看透世态炎凉了。毫无疑问，他们不给我发 AK， 其实就是觉得以我的实力不配玩这枪。既然这样，那看来我是时候就要用 AK 来证明下我自己的实力了。一波精准定位手撕截风大狙后，我直接混烟将维斯打到大残，随后再大胆进攻，打掉了人如其名的木蝶。转眼只剩个盖克，虽然他从开局到现在都没暴露过位置，但我其实已经知道他在哪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已经到我屁股了。交给你了，海宝。确实没猜错，果然我的意识还是非常顶级的，一路从垫底杀到了第2。此刻我能感受到我的手感异常的火热，手感越是火热，大脑就越是要冷静。这把我差2个点数有大，刚好这图的 A 点和 B 点都可以控球，那我们就先来把 B 点的球控了。他是怎么做到每个行为都在骚扰我的？没事，虽然保安把我的球吸走了，但我靠杀人攒点数也是一样的。常规的手撕了对面截风大狙后，听到屁股后有脚步，虽然脚步声非常细微，但我已经听出来了，这是那个绿毛的脚步。上次他坏了我的残局，这次我直接给他吃鲨鱼，将愤怒聚集在刀尖。这3刀没有一点的技巧，满满的全是感情。不过虽然这几波打得很爽，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不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家的幽影怎么把对面的大狙捡上了。恕我直言，进攻方捡狙真的就是个纯纯的陷阱。看着家里的杰风拿着幽影送给他的礼物，我已经感受到不妙的气息了。果然，高手的直觉往往都是很准的。我们这把想打 B，
可是杰峰拿了把大狙进不了点，于是我们就只能全员在壁外干瞪眼。而对面木蝶一波绕后大冒险，直接就给我们打得集体闭上了双眼。看到大狙短短一把就又回到了对面的手里，我是真的有点汗流浃背了。只能说幸好这局游戏我手撕大狙的手感好像很好，打到现在我已经手撕了对面2次大狙了，这把我有感觉很快就是第。爆能器落在 A 区。刚刚那个位置跟狙队有点没优势，想了想还是来摸中吧。虽然没想到对面杰峰这把竟然也来中了，但还好这把我起了把数位，大狙可以打远，数位也可以打远。这次谁输谁赢，不是多少是有点欺人太甚了。杰峰这么喜欢在 A 点和中路狙人是吧？那行，那我就来 B 了，有本事打 B 他也把我狙了。家里的这个神奇聪明幽影负全责。幸好，可能是幽影也对自己捡了那把大狙连跪而感到愧疚了。新回合，他直接就爆发出了宛如插 U 盘般的实力，我人还没看到，他就已经一个人从 B 点杀到了对面家里，完成了5杀。看到幽影竟然能这么强，我还是非常欣慰的。他一波5杀打断了对面的连胜后，感觉节奏终于是又突然回到了我们的手里。不过可能是因为上半场受到了对面杰峰狙击的影响，所以有了前后。张国荣也迫不及待地起出了狙击，应该说他这鸟狙打的还是非常神秘的。说实话，一阵拉枪，神秘到看了他半天没听到鸟狙的声音，光听到鸟叫了。不出意外的拿下了短枪局的胜利后，很快来到了对面的长枪局。对面打，因为我的枪是短枪，所以中路这种打远点的地方我压根看都不想看。当听到幽影说中路有人时，我看了眼地图。本以为2个队友打一个维斯应该还是手拿把掐的，但没想到2个人打一个竟然被他反复碾压了，能被对面垫底的维斯杀穿中路，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耻辱的。只能说幸好我出手了，我一出手维斯就不是垫底了，手感突然就被打没了。想了想还是继续来近距离观摩下国荣哥的鸟狙吧，刚刚没有观赏到还是很可惜的。突然就不是很想观赏了，这鸟狙打的是个什么狙呗？算了，现在也不是关注别人的时候了，我自己好像也有点危险了。可能是我刚刚路过中路的时候没有帮幽影打维斯，所以打完后幽影直接就对我进行了一波口腔体操。别急着回防，盖哥，我刚才说中路有咱俩一起能把他架住，他就搁这个箱子后面。中路要注意，他抓你们 timing 的，知道吧？我看见他了，然后吧，盖哥一心他就想回 A。不是，主要是我没有枪呢，这我短枪中路我看都不敢看呢。就咱俩在中路给他抓掉就行，他单摸着呀，他一掉了对面就只能打一个点。没事。你闭嘴啊！你笑什么？被骂了本来就有点难受了，这张国荣一笑，突然就让我更难受了。看了眼战绩，当看到保安瑞娜、幽影全在我上面时，说实话已经有点抑郁了。此刻场上能带给我唯2位阶的，就是我们家垫底的杰峰和对面反向垫底的杰峰了。我们家的杰峰属于是不管我打的有多下饭，他都能从战绩的意义上帮我兜底，而对面的杰峰属于是不管我打的有多下饭，他都能从提款的意义上帮我兜底。上半场他玩的还挺灵性的，下半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得有点不太聪明了。他刚刚被我的海宝炸死后，应该说他有调整，但不多。他知道地板上有毒液，所以这把就改成了从天上进点，然后就是落地后就有梗了。不过虽然杰峰有点不太聪明，但硬要对比的话，感觉还是家里的这个瑞娜更胜一筹。我发现这瑞娜的身上多少是有点克隆细菌的。他刚刚学杰峰玩鸟狙也就算了，他看到幽影往悬崖下跳，直接就逆天的也跟着幽影一块跳下去了。我寻思幽影这样玩是因为有传送，他这样玩是因为有什么？是有病吗？啊！快点！完蛋了，不会还真有。可能是因为长期的靠近病原体，所以导致我的神智也开始有点出现问题了。12比7，这波 A 外全是人，我明明完全可以放出鲨鱼终结比赛的，可惜我却不知道怎么想的，把鲨鱼留着过年了。而且在对面杰峰进点后，我甚至还被他这个奇怪形状的烟雾给硬控了几秒，导致我不仅没有打掉皮蛋，甚至还没能打掉皮蛋的主人。看了看幽影的视角，又看了看杰峰的视角，很明显他俩估计也已经被传染了。
事已至此，我只能说，看来又要打开我的音响了。音乐一起，我感觉全身又充满了力量。我手里有大，在有大招的情况下，就是要打个出其不意。颈部跳上悬崖后，我直接就在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情况下掏出鲨鱼，飞鲨出击。别急，虽然杀毙了，但恐怖的操作还在继续。给完闪光后，我直接智者还在生存。晚安。没事，反正这音乐从一开始就不是给我准备的，而是给这期视频的主角无畏挂约准备的。1打3的残局，我从开局就说过进攻方不要玩具，而当看到对面截风起了把大狙致命空枪时，我就已经明白，赢了，赢不了。哦，牛逼！我就说没赢吧，你这个人不相信队友。哎，够呛。成问题。